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 Ranger Man 的频道，我是阿 Man。Proton S50啊，一款最近在网络上面讨论度和热门度都非常高的一款车，给我感觉有点像当年的 X50、X70那样啊，先在网络上面炒一炒。OK， 今天我们就来讨论 S50有没有办法成为 Proton 的又一款爆款车款，那么多款。有没有办法成为下一个 X50或者 X70 来重振 Proton 销售巅峰 ？OK， 首先我们先来讲它的定位啊 ，Proton S50 不是 X50 啊 ，S 就是代表 Sedan， 它是一款介于 B 加 C 减的一款 B segment Sedan， 而 X50 则是 B segment 的 SUV，X 就是代表 Crossover，S 就是 for Sedan。然后为什么讲它是 B 加？首先它的尺寸方面它是没有到 Civic 和 Altis 那么的大，不过它却是比 City 啊 Vios 等等来的大一点点。然后它也不太可能会再重复 B segment 的市场，因为 Proton 就如大家所知，现在在售卖着的唯一一款 Sedan， 也就是 Proton Persona， 它也就是一款 B segment 的 Sedan。如果再出多一辆 B segment Sedan， 这样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市场了咩？再不然，我觉得他们可能就会用价钱或者等级来做一个区分。OK， 大家也知道，它就是贴牌来自吉利的 M Grand 帝豪，也就是和 X70、X50 一样的做法，会直接贴牌来自吉利的一款车。OK， 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咯，因为它是贴牌来自吉利的帝豪，所以我们也可以从吉利的帝豪方面就可以看到它的车外观大概会是什么样的样子啦。OK， 首先前脸方面，它的前脸是不会到特别运动啦，没有像 CD 啊、Vios 那些，Almera 是最运动啦，我觉得 B segment Sedan 里面。OK， 它外形是不会特别运动，不过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它的头灯组，它的 Daylight 哦是有3段式、3.4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就单单从前脸来看啊，它是不会让人有特别想要多看一眼的欲望啦，它不像是 X50 那样的棱角分明啊，因为你看它的头灯组哦，其实都是用些比较圆润的线条，没有到那么锐利。相反 ，X50 它的眼神就非常锐利，非常有杀气啊，尤其是它的灯又是隐藏在 bonnet 底下这样子的，所以它的眼神看起来会更加深邃。而这个 S50， 我们预计它改变的地方，可能就只有它的中网会换成 Proton 的 Infinity Grille， 就是跟 X70 的做法都一样啦。前脸是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再来车侧，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就是比较传统的一个 Sedan 的造型，它没有用上现在所流行的 Fastback 式设计啊，最新的 Toyota Vios 就是用上 Fastback 的设计啦。喂。而它还是比较传统的一个 Sedan 的造型，所以我个人觉得它的设计风格就像是那种比较可以去北美市场的车。它的整个外形不会到特别有个性，而是大众都能够接受的一个造型。它是有国际车款的那个样子啦。OK， 再来到车尾，它的车尾哇，真的非常漂亮。它的这个车尾灯亮起来的造型真的是美到没有朋友，甚至还要比 X50 的线条来的更加复杂、更加运动。跟它的前脸就有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反差。首先，贯穿式尾灯这个肯定要有啦，现在车的基本标配啊。不过它的灯的外壳我看是没有什么立体的感觉。这个车尾整体看让我讲到一款车，来自韩国的 Kia Cerato K3， 它是没有在马来西亚卖啦。不过我看到大部分的 Kia Cerato 新加坡的车牌真的是很好看啊，也是一款我个人认为非常可惜没有进来马来西亚的车。OK， 再来我们看一下它的内装。内装方面的话，大荧幕这个肯定要有啦，也是现在车的 Starter Pack 来的。然后它最主要的就是它的配色啊，有点我觉得不符合马来西亚。它用蓝色加白色这样浅色哦。在我们马来西亚还辣啦，不用半年，整张椅子应该黑黑的。马来西亚国情不同啦，中国车我看他们都蛮喜欢用这种浅色的，可能看起来更加有那个豪华感。而马来西亚市场应该比较难接受这么浅色，主要是真的很容易弄肮脏，而且应该每个礼拜都要清理一次，这样真的是没有时间啊。所以它预计会换成全部黑色，要不然就是跟 X50 一样用上红色加黑色的搭配。再来动力方面，它预计就是用上 X50以及新款 X70 所采用的那具 1.5 TGDI 引擎。不过我觉得它的做法也有可能像是 X50 那样，比较 low 的几个 spec 就是用 1.5 MPI 的引擎，而比较 high spec 就是用 1.5 TGDI 的引擎。这两个引擎同样都是 1.5 Turbo， 这样它们两个之间有什么样比较大的差别嘞？首先是马力方面啦，马力等一下我看一下数据啊。马力方面 1.5 TGDI 最高马力为175 HP， 峰值扭力255 Nm， 而 1.5 MPI 的最高马力是148 HP， 扭力226 Nm。这两具引擎目前如大家所知，他们都已经在马来西亚进行本地组装，所以采用这款引擎的一大好处对 Proton 来讲啦，节省成本咯。再来对我们来讲，可能应该照正常思维来讲啦，它会比较方便维修啦，因为它的零件在本地都能够进行生产。
只是我看资料讲它的主体就是它的 engine block， 我们讲的 cylinder 还是从中国发配过来。再来我们就来讲讲 TGDI 和 MPI 之间的差别，为什么同样都是 1.5 turbo 引擎，它们的马力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差距啊？先来看看 direct injection 啊，也就是 TGDI Turbo Gasoline Direct Injection。这样子我们就要讲到整个引擎的做工。我们现在一般的引擎都叫做 4-stroke engine， 也就是4冲程引擎。它的工作分为4个步骤：进气、压缩、做工、排气。Direct Injection 缸内直喷的话，它的工作方式有什么差别？首先，它的布局方面就有点不一样。它的 Fuel Injector， 也就是我们讲的喷油嘴，它的位置是直接在 cylinder 里面。首先进气就是从 manifold 把空气带进来，再来 intake valve 打开，把空气进到 cylinder 里面，然后 Injector 才在 cylinder 里面喷油，然后再由 piston 往上压进行压缩的这个动作，最后才会爆炸，然后再把废气排掉。而 multi-port injection 它的 injector 位置就跟 direct injection 的有所不同。OK， 可以看到 manifold 这里进空气，然后 injector 是在 manifold 你就直接喷油，所以它是把油和空气一起带到 cylinder 里面，才进行压缩，才进行爆炸，最后再进行排气的这样一个动作。由此可见 ，direct injection 它的燃烧效率当然会更好，所以它可以获得更大的马力。不过它的坏处就是比较容易产生积碳，也就是我们讲的 carbon， 需要定时对喷油嘴进行清理，然后 direct injection 它对引擎油的要求也会比较高一点。大家就要注意看看这款引擎油是否适合 direct injection 的引擎，通常后面都会有特别标注的啦。如果是用到不对的引擎油的话，可能就会对引擎有一些损害。再来就是它的价钱和策略方面。价钱我觉得它的定价是不能够超出现在卖着的日本 B segment sedan， 虽然讲它是 B 加 segment 啦，不过它并没有显而易见的大了很多。没错，现在 B segment sedan 的最高 spec 价钱都要去到9万多，所以它肯定也是要压在100千以内啦。为什么我会觉得它要定在差不多这样子的价钱？就像我之前所讲到的，只有这样子做，它才可以和 Persona 拿出一个比较明显的差距。Persona 就算是一个比较入门级的车款，它最高在5万多块嘛。而这个 S50 它可以定在7万多、8万多，甚至到9万。它诞生的原因，我觉得最大就是要尽量的强调 City、Vios、Almera 等等的这个市场，所以它的做法，我觉得也是要复制 X50 当时候的做法，也就是配备、视觉感受。配备的话，就如当年的韩系车那样，就是用和日本车相同的价格买到更多的配备啊，配备这点非常重要，现在消费者也开始重视起来。再来就是视觉感受 ，X50 它的内装的视觉感受看起来是很豪华，这个也是大部分中国车的优点，他们的内饰都尽量设计到很豪华，无论是入门的车款或者比较贵的车款。所以讲到完就是一句啦，性价比，价钱在足够便宜的情况之下，给到人更好的动力、更好的外观、更好的内装。不过你说会成为爆款吗？我觉得还是有点难啦。因为现在毕竟是 SUV 的时代，人人都在找着 SUV， 一款sedan这个时候横空出世，如果它真的是要打细segment的话，那更加不用讲了。价钱差不多的Toyota就好 ，Altis 跟 Corolla Cross 哪一款车你在路上看到的比较多？当然是 SUV 啦。所以如果它的价钱跟 X50 接近的话，这样子我为什么要去买款sedan，不要买款看起来更高、看起来更运动的车嘞？都看到这里了，觉得影片不错的话，麻烦帮我点个订阅，再点个赞。觉得哪里做的不够好的，也欢迎留言跟我讲啦。感谢各位，拜。